哎呀，真的是挺难去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时刻提醒自己啊，这个没有这把万能钥匙，我把这东西吃了，身体马上就变好了，免疫力就有所提升了，真的没有是吗？是的，是的，真的是没有。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相当于一个建筑工程啊，就像您刚刚的比喻一样啊，砖和砖缝之间它的这个粘合剂，这个彼此之间的适应和选择，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的身体很聪明，它其实知道如何去做选择的那除此之外，其实在这个药物的治疗方面啊，我们的家属啊，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当然您刚才提示了，绝对不能够自行盲目的去用药啊。但是对于医生提供的这些可能的治疗方案，我们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去理解的，或者说在这个治疗的时机上等等，我们需要去关注到的？有的就是虽然我不能提供一些具体的药物，但是可以理解一个关键原则，就是对于呼吸道的感染，尤其是考虑病毒的感染时候，就是早期规范的一个干预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要早期用药，而是早期开始到我们提前到一个全面的治疗，比如说以及早期的一个对这个病情的一个专业评估，包括是对早期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处理，避免这个症状进一步加重。就是提到这个病毒性肺炎，就是每年的冬天呢，其实很多的时候老年人家里边都会自己备这消炎药，然后呢，认为这个时候可能备消炎药可能更有作用。其实我客观的说，就是每年的感染呢，尤其到冬天的时候，细菌感染可能占的比例是大概就是并不是大家想象那么高，就是很多你的感染的都不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很有可能是一个病毒或者支原体的感染，就是尤其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人、老年人和小孩，我们在发现这个儿童还有这个老年人，他感染的病原体，以这个不典型的这些病原体、病毒和这个支原体、衣原体等等，它每年的这个比例在不断的增加，而不是说它每年的比例在增加，而是我们发现这些病原体的手段在不断的增加。就是我们现在用二代测序啊，或者说是基因测序等等，我们能发现这些病原体的种类，还有我们这个发现这个敏感度变高了。其实客观来说，就是它之前的时候也是这些，所以说把之前那些治不好的病，现在我们能治好了。就是总结一点，就是说消炎药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更需要常备的，我们可能需要更备一些那种抗病毒的药，也是需要家庭常备的一些药物。明白了哈。那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哈，我们特别需要了解到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就是如果家里面的中老年人发烧了，我到底要不要给他处理让他退烧呢？明白。这个发烧呢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我们就发现就是适度的发烧是一个免疫系统激活对抗感染的一个有益的生理反应，并不一定需要马上把它降低到正常。这个时候跟患者的一个身体状态还有体温具体的数字有关。如果是体温不超过38度5，这边我是不建议马上用这个退烧药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就是烧到38度以后，或者是接近38度，但是患者出现了一个其他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身体上的不适，或者是酸痛，或者是影响了休息等等这些，那这个时候是可以使用退烧药的。但是不是说温度降得越低就越好，能让他的一个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的状态，能够去正常饮食饮水，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不要发烧了马上就用药物去降温，对吧？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另外呢，发烧本身也是机体当中对抗病毒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啊。那除了发烧之外啊，其实咳嗽是另一个问题了啊。当然，我觉得比起咳嗽，还有一个更难受的就是咳不出，咳不出，有痰咳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属能做些什么呢？对。就是在急性感染的呼吸道感染，无论是上呼吸道还是下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就是排痰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就是你咳嗽咳痰其实是对你身体的一个保护，把身体内的一个细菌或者是其他的病原体给排出来。那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那如果说刚才提到了你用了这些中枢性这个止咳药的话，会影响这个排痰反应。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盲目的用这个咳痰药。但是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有效的咳痰训练，让患者那个
老年人在没有在感染的时候，就是之前预防阶段的时候，可以让患者在发生感染的时候，可以更有能力把痰咳出。那做哪些动作呢？第一个就是身体向前倾深吸一口气后，屏住呼吸2到3秒，然后用力进行的2到3次的一个使劲的一个咳嗽的动作，尝试着将肺部的一个痰，然后咳到一个喉咙这么一个感觉。第二个就是这个家属帮助一个拍背。拍背呢，可以把深部痰也能这个一次一次的那个增加，然后向上运动排到一个喉咙这个位置，由下至上往上赶着这个拍。那这个动作呢，也是轻轻的拍打，不要太使劲，然后每次拍打几分钟，然后震动的频率其实是要快一些。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家里边有条件的话，还有那种震动排痰仪。震动排痰仪呢，就是有2种的模式。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机器，然后呢是挂在身上的，它是有2种模式。第一个就是震动频率比较慢一点，第二个快一点，它是相当于一个背心儿。它穿上身上一个马甲这个状态，然后呢外边是接上电源以后，它可以由下而上震动，代替你手去拍。然后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把深部的痰给排出来这个效率就更高。